相信大家都看过不少关于时空穿梭、平行宇宙的电影或戏剧。故事主人翁透过某种时光机器回到过去，他的一些行为改变了历史的发展方向。那原来历史的那些人事物都怎么样了？凭空消失还是跟着改变，亦或是同时存在？平行宇宙真的存在？另一个时空有你吗？接下来让我们一探究竟。NASA 在南极发现神秘现象，平行世界的概念已经存在了数十年，但至今依旧停留在理论层面。但近期美国《纽约时报》等媒体陆续报道了 NASA 科学家在南极发现了平行宇宙的证据，起因于美国太空总署 NASA 南极脉冲瞬态天线实验。NASA 研究人员用巨大气球将南极脉冲天线升高到南极冰层上空，探索宇宙高能微中子。这些搜集到的粒子原本只能从太空中降落到地球，但它们却反其道而行，从地表上升到太空，与我们理解的应有运行方式相反。换句话说，这些高能宇宙射线从厚厚的南极冰层从下而上的流向外太空。这一现象彻底违背了当今的粒子物理学标准。研究人员认为，这可能代表这些粒子是从一个平行宇宙中源源不断向反方向传播，流进我们所处的世界的，与我们现今世界的物理原理截然不同。这也将被视为平行宇宙时间倒流存在的可能证据。研究团队一次又一次看到这些与人类现处宇宙物理定律完全相反的现象，这使得他们对此能做出的解释极为有限。从结果来说，这次实验并不能直接证明平行宇宙的存在，但用平行宇宙的观点来解释是最合理的。什么是平行宇宙？平行宇宙是指从像细胞分裂那样，一个宇宙从另一个宇宙中分离出来。这些宇宙中可能存在着和人类居住的星球相同历史的行星，也可能存在着跟人类完全相同的人。同时，在这些不同的宇宙里，事物的发展会有不同的结果。在我们的宇宙中已经灭绝的物种，在另一个宇宙中可能正在不断进化，生生不息。相互平行的两个宇宙，既不重合，也不相交，就像两条平行的铁轨，一模一样，但永远不会相交。它们有可能处于同一时间体系，但空间体系不同，就好像同时行驶在立交桥上下两层通道中的小汽车。平行宇宙与量子力学。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平行宇宙的概念来自量子力学这门严肃的科学理论。在20世纪50年代，有科学家在观察量子的时候，发现同一个量子在不同时间去观察，它的状态都是不同的。就根据这一点，有科学家提出，既然宇宙就是由量子堆积而成的，那按照观察结果推算，在我们所处的宇宙之中，应该存在着时间或空间不同步的另一个宇宙。多元宇宙所包含的各个宇宙被称为平行宇宙。多元宇宙是一个理论上的无限个或有限个可能的宇宙的集合，包括了一切存在和可能存在的事物，所有的空间、时间、物质、能量以及描述它们的物理定律和物理常数。平行宇宙目前是量子力学的最大共识，同时宇宙存在两个空间的发现也渐渐形成万有理论的基本概念。最简单的解释是，在138亿年前的宇宙大爆炸之时，一共形成了两个宇宙，而现在人类发现了这两个平行宇宙间存在某种物质交流。假设你来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分别可以选择向右或者向左走，但根据平行宇宙理论，不管你选择哪个方向，当前的宇宙都会产生两个不同的结果。科学家霍金的发现。伟大的科学家霍金曾经多次对宇宙有重大发现，借助于先进的太空望远镜和其他仪器来收集相关证据，以此证明其他宇宙的存在。根据霍金说法，宇宙中可能存在11维度空间。平行宇宙的存在也就代表着更多高等文明的存在。霍金在研究宇宙微波时，发现了一束神秘的光，这束光发自平行宇宙那个地方。
霍金对此分析认为，这束光印证了外星人是处于两个宇宙之间一个更高维度的空间里，而在另一宇宙中也有另一个你存在着。霍金预言也许是正确的，第二宇宙可能真实存在。如果霍金这一发现最终被证实，那么平行宇宙的发现将把人类及科学带入到全新的时代，颠覆我们一切的既有常识。梦境可能都真实发生过。现今有科学家认为梦是真实发生过的，但是发生在平行宇宙中的事件。一般情况下我们与平行宇宙是毫无关联的，但是某种特殊情况下可能会接受到平行宇宙的影响，这个影响可能就是梦。梦可能是平行宇宙中发生过的事情，而我们自己并不知道。相信不少人都有过这种经历，在某种特定场景下，某一幕画面似曾相识，然而明明自己并没有经历过这些事情，但却突然对某个场景、某个人、某个时间点有似曾相识的感觉。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就叫既视感，而在那一瞬间，你的意识极有可能穿越了平行宇宙。不管是互换还是短暂的交汇，在那一刻两条空间里的时间线交错，因而让两个世界的两个你记忆重叠。镜像世界里时间逆流。许多科学家说，在138亿年前的宇宙大爆炸之时，一共形成了两个宇宙，一个是人类现在生存的宇宙，另一个宇宙则是与人类现处的宇宙拥有完全相反的物理定律。在这个镜像世界里，一切的物理规则都与我们完全相反，正为负，左为右，时间倒退逆流。如果平行世界被证明真实存在，那么该世界的时间流逝会与我们所处的时空相反。那个世界的未来是我们的历史，我们的过去是他们的未来。那个世界里下一秒的我们正在与此刻上一秒的我们相遇。我们在这个宇宙的遗憾，也许在另一个时空能得到弥补，会出现一个完全不同的结果。生活在另一个宇宙中的自己。平行宇宙告诉我们，现今的宇宙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其实还存在着无数个宇宙。在这无数的宇宙当中，无论一件事发生概率有多么小，只要它的概率是存在的，那它就一定会发生。所以我们可以认定为，在另一个宇宙中有一个相同的自己存在着。依照这种根据，在无限大和无穷多的平行宇宙中，都会存在一个一模一样的你。可能在那个遥远的平行宇宙中的你们并没有分离，而是已经在另一个平行世界中结婚生子。他们性格经历或许完全跟你一样，又或许做过你所有做过的事和没做过的事。在不同空间中的移动，平行宇宙的时间未必是倒流的，只是可以存在时间倒流的平行宇宙。因为时间倒流是从我们的角度看，另一个平行宇宙的时间是倒流的。但如果存在平行宇宙，那么平行宇宙中的人类，他们看自己的宇宙时间并不是倒流的，但是平行宇宙的人看我们的时间，相对来说就是倒流的。因为人类的意识无法感知时间倒流的宇宙，否则我们就在一个宇宙，就不是平行宇宙了。时间旅行或称时空旅行、时光旅行或穿越时空等，泛指人或物体由某一时间点移至另一时间点，类似在空间中的移动。所有事物都顺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自然前进，因此这里的时间旅行单指违反这种自然时间变化的方式，前往未来或是回到过去。这在哲学和虚构作品中是广为人知的概念。来自2039年的一枚硬币。关于平行宇宙，还有一个与二战有关的谜团。一名西班牙建筑工人在施工时无意挖掘到了一枚硬币，令人吃惊的是，这枚硬币来自未来。更加令人惊讶的是，这枚硬币并非是西班牙钱币，而是一枚德国纳粹铸造的硬币。硬币铸造日期是2039年，这有点不寻常。同时上面还印着一行德文，写着所有国家都在一个国家之中。于是他们决定
把这枚硬币交给考古学家来加以鉴别。有人认为这枚硬币应该来自平行宇宙，在那个宇宙里，纳粹德国取得了二战的胜利。直至2039年，纳粹都统治着平行宇宙整个地球，而这枚硬币则是穿越了那个平行宇宙的时间线，掉落到了我们这个世界。但是也有一些阴谋论者认为，二战接近尾声的时候，一部分纳粹分子在希特勒的率领下乘坐飞碟逃亡到了南极某处，他们带去了飞碟技术，或许已经具有了时空穿梭技术，前往平行宇宙，而这枚硬币正是他们穿越时空留下来的印记。千年如一日并非神话，人类从出生到死亡所经历的一切，也许只是维度空间里的一个瞬间。这就像古人说的，天上一日，地上千年，就是描述不同维度时间的不同。不过，随着人类科技进步，科学证明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并非神话，而是宇宙的真实存在。科学家以地球上的时间概念来表述，地球自转一圈是一天，绕太阳旋转一圈是一年，而木星绕太阳公转周期11年。如果乘太空船在木星上待1年，那么地球上已经过去11年。如果在海王星上住1年，在地球上则已经过去了164年。而研究结果更显示，银河系旋转一圈需要11年。因此，如果我们在银河系上过1年，就相当于地球上的人类过了11年。非凡观点需要非凡证据。世界一词包括了时间和空间两层含义，是代表时间，界代表空间，是有情众生寻业力发现的业报世界，佛法中称为法界。每个有情众生都有他的业报世界，即都有他自己的时空。那么人类究竟生活在哪个维度的空间里面呢？显而易见，我们生活的维度是个3维度空间，人类可以去最深的海，去外太空。我们走错了路可以退回来，我们选错了方向也可以折回来。但是我们只能长大，只能变老。人类在时间这个维度是单向的，时间只能向前流逝。人真的能透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吗？平行宇宙中真的还有另一个你吗？是不是人的选择和所做的一切都是有物理规律设定好的？难道时间本来就没有什么意义？非凡的观点需要非凡的证据。就目前而言，随着人类科技的日新月异，这些对未来的新发现不仅仅为我们带来了希望，更让我们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感谢你的收看。喜欢这则影片，记得按下订阅，并随手帮我们点个赞。别忘了把影片分享给你的朋友，让我们的生活更精彩充实。